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酒店大厅里觥筹交错，亲朋满座。建国啊，你这西装哪买的？看着挺精神。陈建华端着酒杯走过来，语气里带着那种熟悉的优越感。我这身是在省城定制的，花了8000多，穿着就是不一样。陈建国握紧了酒杯，表哥，今天是浩然的好日子。对，说起浩然，陈建华打断他，声音提高了几度，让周围人都能听见。我给儿媳妇的见面礼是10万现金，彩礼20万。建国你呢？你家妞妞以后结婚，你准备给多少？周围几个亲戚都停下了筷子，目光投向建国。有人小声议论，建国现在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啊？建国脸涨得通红。哎呀，别为难建国了。赵秋萍从旁边走过来，笑得很温和。每个人情况不同嘛，建国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一个人带孩子又要还房贷，这话听起来是在帮忙，但每个字都像针扎在建国心上。建国深吸一口气，缓缓从内兜掏出一张折得整齐的纸条。赵秋萍，既然今天说到钱，我们就把账算一算吧。全场瞬间安静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月的春风还带着丝丝凉意。陈建国站在自家小超市门口，看着对面新开的连锁便利店，心情复杂。8年了，这家不到50平米的小店是他全部的家当。每天早上6点开门，晚上10点关门，一年365天几乎没有休息过。爸爸，我今天数学考了98分。8岁的女儿妞妞蹦蹦跳跳地跑进店里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真棒。建国蹲下身子，摸摸女儿的小脑袋，今晚爸爸给你做红烧肉。耶！妞妞开心地拍手。建国笑了笑，心里却有些发苦。红烧肉要用好一点的五花肉，1斤要20多块，对他来说也不算小数目。自从3年前离婚后，建国独自带着女儿生活。前妻林雅嫌他没出息，跟了一个在市里开公司的老板。当时分割财产时，他拿走了大部分积蓄，只给建国留下了这个小店和一身债务，每个月3500的房贷，女儿上学的各种费用，加上日常开销，建国过得很紧。好在女儿懂事，从不跟别的孩子比吃比穿，这让建国既欣慰又心酸。建国哥，生意怎么样？邻居老王走进店里买烟。还行，混口饭吃。建国递过去一包烟，老王接过烟，压低声音说，听说你表哥建华最近又买了一辆新车。建国点点头，听说了，奔驰80多万，真有钱。老王摇摇头，你们是兄弟，差距咋这么大呢？这话让建国心里又是一阵酸涩。陈建华是他堂哥，比他大7岁，从小就聪明能干。90年代末，建华高中毕业就出去闯荡，先是跟着包工头学做工程，后来自己承包项目，再后来开始做建材生意。这些年下来，建华在市区买了2套房，开着豪车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而建国大学毕业后，选择了稳定但收入有限的工作，后来接手父母的小店，一直在县城打转。建国，你也别想太多。老王拍拍他的肩膀，踏实过日子就行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发大财的。建国苦笑，我知道。老王走后，建国看着店里的货架，心情有些沉重。货架上的商品都是些日常用品，利润微薄，一包烟赚几毛钱，一瓶水赚5毛钱，
一天下来能有个200-300块的毛利润就不错了，扣除房租、水电、人工成本，一个月下来纯利润也就7-8千块。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，这点钱勉强够一家2口的基本生活。爸爸，我饿了。妞妞趴在柜台上，眼巴巴地看着他。好，我们回家吃饭。建国收拾了一下，准备关店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建国，是我，建华。电话里传来表哥熟悉的声音。表哥，什么事？浩然要结婚了，下周6在市里的金辉大酒店办婚礼，你一定要来啊！建国心里一紧。金辉大酒店他知道，市里最好的5星级酒店之一，办个婚礼少说也要10几万。好的，我一定到。建国应道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建华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得意。这次婚礼我准备好好办一下，亲戚朋友都会来，你也打扮得体面点啊。挂了电话，建国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参加建华儿子的婚礼，红包肯定不能少包，按照关系怎么也得5000起步，但这5000块对他来说是半个月的纯收入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建国一直在为红包的事情发愁。5000块不是小数目，但包少了又怕被人笑话。毕竟建华这些年对家里的长辈照顾得不错，每年过年都会给老人包大红包，在家族里威望很高。妞妞，爸爸要去参加叔爷爷的婚礼，你想去吗？建国试探地问女儿。想去。妞妞拍手道，我还没见过叔爷爷呢。建国心里一软，女儿很少有机会参加这种热闹的场合，他不忍心让她失望。那我们得买身漂亮的衣服。建国摸摸女儿的头。周末，建国带着妞妞去县城的服装店，给女儿买了一条粉色的公主裙，花了180块。给自己买西装时，建国在300块和800块之间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便宜的那套。爸爸，你穿这身很帅。妞妞开心地说。建国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300块的西装确实显得有些廉价，但也算整洁得体。回到家后，建国翻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，里面是他这些年攒下的现金，数了数，一共13000多块，这是他全部的流动资金。犹豫了很久，建国还是抽出5000块装进了红包。婚礼前一天晚上，建国洗了澡，刮了胡子，把西装熨得平平整整，妞妞也洗得干干净净，穿上新裙子，像个小公主。爸爸，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坐很久的车？妞妞问。对，要2个小时呢。建国说，你在车上可以睡一觉。其实建国的车是一辆开了5年的国产车，当初买的时候花了8万多，现在二手车价值也就3-4万。想到明天建华和其他亲戚可能开着豪车，建国心里又是一阵不自在，但他很快调整了心态，车只是代步工具，能安全到达就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建国开着车带着女儿出发了。一路上，妞妞很兴奋，不停地问这问那。爸爸，叔爷爷的儿子娶的新娘子漂亮吗？应该很漂亮吧？建国笑道。那叔爷爷家是不是很有钱？建国顿了顿，比我们家有钱。那我们家是不是很穷？妞妞天真地问。这个问题让建国有些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在这个社会上，他们确实属于收入较低的群体，但他不想让女儿有自卑心理。我们不穷，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温暖的家，有彼此的陪伴，这些都是财富。建国认真地说。妞妞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2个小时后，他们到达了市区。金辉大酒店坐落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，32层高的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酒店门口停满了各种豪车，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保时捷，建国的国产车停在其中，显得格外扎眼。哇，好多漂亮的车！妞妞趴在车窗上，眼睛放光。建国深吸一口气，拉着女儿的手走向酒店大门。金辉大酒店的大厅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大理石地面光可见人。建国拉着妞妞的手，刚一进门就被这奢华的装修震撼了。妞妞更是张大了嘴巴，好奇地四处张望。先生，请问您是来参加婚礼的吗？一个穿着旗袍的迎宾小姐礼貌地问道。是的，陈浩然的婚礼。建国有些紧张地回答。请跟我来。婚宴在2楼的龙凤厅，跟着迎宾小姐到了2楼。建国远远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建华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，正在门口和客人寒暄，看起来精神奕奕，意气风发。旁边站着一个优雅的女人，正是建华的妻子赵秋萍。她穿着一身香槟色的长裙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贵妇的气质。建华哥，建国走上前去打招呼。建华转过身来，脸上露出热情的笑容。建国，你来了，这是妞妞吧？长这么大了，真漂亮。叔爷爷好。妞妞乖巧地叫道。乖。建华摸摸妞妞的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。叔爷爷给你的见面礼。谢谢叔爷爷。妞妞开心地接过红包。建国来了。赵秋萍也走了过来，微笑着打招呼。妞妞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秋萍嫂子好。建国礼貌地回应。建华拉着建国的手说，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浩然。这小子今天可紧张了。他们来到新郎的休息室，陈浩然正在化妆师的帮助下整理仪容。24岁的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，穿着定制的白色西装，确实帅气逼人。爸，建国叔来了。浩然高兴地站起来。浩然，恭喜！建国拍拍侄子的肩膀。新娘子一定很漂亮吧？那当然，我们家浩然的眼光可不一般。建华得意地说。新娘子是师范学院毕业的，在市里的小学当老师，长得漂亮，人也好。这时赵秋萍插话道，关键是2个人感情好，女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，父母都是公务员。建国点点头，心里却有些酸涩。浩然年纪轻轻就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，而自己35岁了，离婚后一直单身，主要还是经济条件不好，没什么女孩愿意跟他。建国，你的红包呢？建华突然问道。建国连忙从内袋掏出红包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建华接过红包，掂了掂，笑道，建国有心了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建国能感觉到建华的笑容有些勉强。5000块的红包对建华来说确实不算多。走，我们去大厅，客人差不多都到了。建华说，龙凤厅能容纳30桌客人，此时已经坐了大半。建国放眼望去，来的大多是建华的生意伙伴和亲朋好友，个个都穿着得体，谈吐不凡。建华安排建国坐在靠后的一桌，同桌的都是一些远房亲戚。妞妞乖巧地坐在建国身边，小声问道，爸爸，这里好豪华啊，要花很多钱吧？确实不便宜。建国小声回答。就在这时，婚礼正式开始了。司仪是专业的主持人，声音洪亮，台风稳健，
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缓缓走上舞台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新娘子确实很漂亮，穿着洁白的婚纱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两人在台上交换戒指，互相拥抱，场面温馨感人。建华作为父亲致辞时，声音有些哽咽。今天是我儿子浩然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作为父亲，我感到无比骄傲和幸福。台下掌声雷动，很多人都被感动了。建国也拍着手，心里既为侄子高兴，也有些羡慕。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给女儿办一场这样的婚礼呢？仪式结束后，就是敬酒环节。建华夫妻带着新人一桌一桌的敬酒感谢。轮到建国这一桌时，建华端着酒杯说：“谢谢各位亲戚朋友来参加浩然的婚礼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以后要多走动。”同桌的人纷纷举杯，气氛很热烈。但建国能感觉到，建华对他们这桌的态度明显不如对前面几桌生意伙伴那么热情。酒过三巡，建华的话就多了起来。他端着酒杯走到建国身边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建国啊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吧？”“还行，混口饭吃。”建国谦虚地说。“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混口饭吃？”建华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“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？”这个问题让建国有些尴尬，在场的人都看了过来，他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7、8千吧。”“7、8千？”建华摇摇头。“建国啊，你这个收入在我们这个年纪来说，确实有点低了。你看看我那些生意伙伴，随便一个月都是几万、几十万的收入。”建国脸红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“不过也不怪你。”建华继续说道，“你性格太老实，不适合做生意。但是男人总要有点追求吧？你看看你现在35了，还一个人，也不找个对象。”这话说的建国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碍于场合，他只能勉强笑笑。“我主要是想把妞妞带好，孩子是要带，但是你自己的人生也要考虑啊。”建华说着，看了看建国身上的西装：“你这身衣服哪买的？看着挺精神的。”“就在县里买的。”建国如实回答。“多少钱？”建华追问。300。建国声音很小。“300块的西装？”建华哈哈大笑。“建国啊，你也太会过日子了。我这身西装是在省城定制的，8000多呢，穿着就是不一样。”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，有的表情同情，有的则是一种看热闹的神态。建国感到脸上火辣辣的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妞妞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小手悄悄拉了拉建国的衣袖，小声说：“爸爸，我觉得你穿这身很帅。”建国心里一暖，摸摸女儿的头。就在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，赵秋萍走了过来，端着酒杯笑着说：“建华，别说这些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”他转向建国：“建国，这些年确实不容易，一个人带孩子又要工作，不过现在政策好，做什么都能挣钱，关键是要敢想敢做。”这话听起来是在打圆场，但建国听起来还是有些刺耳。什么叫敢想敢做？难道自己就是不敢想不敢做吗？是啊，建华接过话头，现在机会多着呢，就看有没有眼光。建国啊，你也别老守着那个小店，出来闯闯多好。表哥，我现在这样挺好的。建国勉强笑道。什么叫挺好？建华有些激动。你一个月7、8千，除了生活费还能剩几个钱？妞妞以后上学要花钱，结婚要花钱，你现在不多挣点，以后怎么办？这话说的建国哑口无言。确实，按照现在的收入水平，他根本攒不下什么钱。
别说给女儿将来结婚买房，就连她上大学的费用都是问题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建国低声说道，但是我这个性格真的不适合做大生意。性格是可以改变的。建华拍着桌子说，你看看我，当年我也是个老实人，还不是逼出来了。周围的亲戚们都在看着这边，有的人窃窃私语。建国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被展示的样本，让人指指点点。建华说得对，一个生意伙伴插话道，现在这个社会不拼就落后了，建国兄弟还年轻，应该多闯闯。就是现在做什么都能发财，就看敢不敢。另一个人附和道。建国感到压力山大，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成功人士，收入比他高，地位比他好，说起话来自然有底气，而他只是一个开小店的普通人，在这样的场合确实显得格格不入。爸爸，我想上厕所。妞妞小声说道。建国如获救命稻草，连忙站起来，我带妞妞去一下洗手间。离开座位后，建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走廊里安静多了，他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。爸爸，刚才那些叔叔阿姨为什么要说你？妞妞抬头问道。建国蹲下身子，温柔地说，他们不是在说爸爸，是在关心爸爸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在欺负你。妞妞认真地说，妞妞不喜欢他们。建国心里一阵酸楚，连8岁的孩子都能感受到那种恶意，可见刚才的场面有多尴尬。妞妞，记住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爸爸都是最爱你的。建国抱起女儿，我也最爱爸爸。妞妞搂着建国的脖子，父女俩在走廊里待了一会儿。建国调整好情绪后，才回到宴席，回到座位上。建华的酒劲更大了，说话的声音也更响亮。建国回来了。建华举着酒杯，来，我们继续聊。刚才说到哪了？对，说到你的人生规划。建国坐下来，心里有些忐忑。建国啊，我跟你说，男人到了30多岁，真的应该有所作为了。建华语重心长地说，你看看我们这一代人，有几个像你这样还在原地踏步的？这话说的建国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表哥说的对，一个亲戚附和道。建国确实应该想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建华摆摆手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建国这个性子就不是做大事的料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有人好奇地问。找个有钱的女人呗。建华哈哈大笑。现在不是有很多成功女性吗？建国人不错，就是收入低点，找个条件好的女人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这话说得更加直白。建国的脸涨得通红，周围的人有的跟着笑，有的则是一脸同情的表情。建华，你喝多了。赵秋萍拉了拉丈夫的袖子。我没喝多。建华甩开他的手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建国啊，你要想开点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有钱人过得舒服，没钱人过得辛苦。你要么努力挣钱，要么就找个有钱的老婆。建国握紧了拳头，但还是忍住了，毕竟这是侄子的婚礼，他不想闹事。建国叔叔，我敬您一杯。新郎浩然走了过来，举着酒杯。好，新郎官敬酒，我当然要喝。建国连忙站起来，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浩然的到来打破了刚才的尴尬气氛，话题也转向了其他方面，但是建华显然还没有停下的意思。酒席快结束的时候，他又把话题转到了建国身上。建国，你开车来的吧？什么车？建华问道。国产的。开了几年了？建国如实回答。多少钱买的？8万多。8万多。建华摇摇头。现在8万多只能买个很一般的车了，
我刚买了辆新车，奔驰 S 级，88万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晃了晃，这是智能钥匙，能远程启动，还能调节车内温度。建国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建国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还是礼貌地说，改天有机会一定去看看，今天就看吧。建华站起来，走，我带你们去停车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豪车。在建华的坚持下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向停车场。停车场里，建华的奔驰 S 级确实很显眼，黑色的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这车落地价95万。建华拍着车头说：“真皮座椅，全景天窗，还有按摩功能。建国，坐进去感受一下。”建国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看看就行，别客气。”建华打开车门：“妞妞，叔爷爷带你坐豪车。”妞妞看了看建国，见他点头后，才小心翼翼地坐进车里。“怎么样，舒服吧？”建华得意地说：“这座椅是真皮的，德国进口，坐着特别舒服。”妞妞点点头，但很快就出来了，跑到建国身边：“爸爸，我还是喜欢坐我们自己的车。”建国心里一暖，摸摸女儿的头：“小孩子不懂车。”建华笑道：“等妞妞长大了，就知道好车的价值了。”这时，有人指着远处说：“那辆白色的车是谁的？”建国顺着看去，正是自己的车。在一堆豪车中间，他的国产车确实显得很寒酸。“那是建国的。”建华说道。“8万多买的，开了5年了。”8万多，有人嗤笑道：“现在8万多能买什么车？也不错了。”建华摆摆手：“能代步就行。不过建国啊，你也该考虑换车了。男人开什么车很重要，代表着身份地位。”建国心里憋着一股气，但还是没有发作。回到酒店大厅，婚宴基本结束了，新人要去敬茶，然后准备回新房。“建国，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浩然的婚礼。”建华拍着建国的肩膀：“有时间常联系啊。”“一定。”建国点点头。“对了。”建华突然想起什么：“我给浩然的婚礼花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”建国摇摇头：“60万。”建华得意地说：“婚车队伍10万，酒席20万，婚纱摄影5万，其他杂费25万。我儿子的婚礼当然要办得体面一些。”60万，这个数字让建国震撼了。60万相当于他7、8年的纯收入，而建华一天就花掉了。“建国啊，你说等妞妞结婚的时候，你准备花多少钱？”建华似乎很享受建国的震惊表情，这个问题让建国哑口无言。按照他现在的收入水平，10年后能攒下10几万就不错了，远远不够办一场像样的婚礼。“我会尽力的。”建国艰难地说道。“尽力？”建华摇摇头：“光尽力是不够的，关键是要有实力。男人没有实力，什么都是空谈。”就在这时，赵秋萍走了过来，温和地说：“建华，差不多了，别说了。建国，今天谢谢你来，路上开车小心。”“应该的。”建国礼貌地回应，告别了众人。建国带着妞妞走向停车场，在这辆价值不菲的豪车面前，他的国产车确实显得微不足道。但就在他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，一股怒火突然涌上心头。这些年来积压的委屈、不甘、愤怒，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。建国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回了酒店大厅。此时，大部分客人已经散去，只剩下建华夫妻和几个亲近的朋友还在聊天。看到建国回来，建华有些意外：“建国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忘了什么东西？”建国没有回答，
而是缓缓从内兜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。赵秋萍原本还在和朋友说笑，余光瞥到那张纸条时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。当他看清纸条的内容时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煞白。啪！他手中的酒杯直接掉在了地上，玻璃碎片四溅，红酒洒了一地，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，嘴唇颤抖着，眼中满是惊恐和绝望。他想要说什么，但声音却卡在了喉咙里，只能发出细微的颤音。陈建华还没反应过来，看到妻子的异常反应，疑惑地问：秋萍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赵秋萍的强烈反应镇住了，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目光在建国手中的纸条和赵秋萍惨白的脸色之间游移。建国举起那张泛黄的纸条，声音不大，但字字清晰。赵秋萍，58000块钱，10年了，是不是该还了？这句话如平地惊雷，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，连服务员收拾桌子的动作都停了下来。陈建华手里的酒杯停在半空，完全愣住了。建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58000？赵秋萍想要开口，但声音却卡在喉咙里，只能发出微弱的颤音。建国，这是白纸黑字，还有你的签字和按的手印。建国平静地说着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地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。在场的几个亲戚面面相觑，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有人小声问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建华缓过神来，走到建国面前：建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老婆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建国没有回答，而是将欠条递给建华。建华接过来一看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欠条上写着：今借到陈建国现金58000元整，用于服装生意周转，1年内还清。借款人赵秋萍，日期是12年前的3月15日。下面确实有赵秋萍的签字和红手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建华看着妻子，声音有些颤抖：秋萍，你什么时候跟建国借过钱？赵秋萍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秋萍，建华的声音提高了：你说话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周围的人都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，纷纷凑近过来。妞妞被这突然的变化吓到了，紧紧拉着建国的衣服：爸爸，我们回家吧。妞妞小声说道。建国摸摸女儿的头，马上就走。这时赵秋萍终于开口了，声音颤抖得厉害：建华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很久以前。建华的声音越来越大：到底是什么事？你什么时候跟我弟弟借过钱？赵秋萍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又看了看建国，能不能私下说？私下说什么？建华已经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。当着大家的面借的钱，为什么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？建国这时候开口了：建华哥，既然他不愿意说，那我来说吧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着建国继续。12年前，秋萍跟我交往了2年多。建国的声音很平静。那时候他说要扩大服装生意，需要58000块钱进货。我把准备买房的钱全给了他，还找朋友借了一部分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建华脸色大变：你说什么？交往？秋萍跟你交往过2年多？建国点点头：我们本来打算结婚的。不可能！建华大声说道：秋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事。
建国苦笑，他当然不会说，因为拿到钱后1个月，他就跟我分手了，说要跟你在一起。这个消息像炸弹一样在人群中爆炸，亲戚们纷纷议论起来，有的人露出震惊的表情，有的人则是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。秋萍，建华转向妻子，眼中满是愤怒和不解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赵秋萍终于崩溃了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建华，我当时，你当是什么？建华的声音已经带着颤抖。你骗了我12年，我没有骗你。赵秋萍急忙辩解，我跟建国的事，那都是过去了，我选择了你，就是真心爱你的，真心爱我。建华冷笑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的过去？为什么不还他的钱？这个问题让赵秋萍无法回答，她低着头，眼泪不停地掉。周围的亲戚们议论纷纷，天哪，这事太复杂了。秋萍居然是建国的前女友，那他岂不是抛弃了建国，选择了建华？这钱确实应该还啊。建华看着手中的欠条，又看了看妻子，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很，有愤怒，有失望，也有不解。秋萍，你告诉我。建华努力控制着情绪，当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赵秋萍抬起头，眼中满含泪水。建华，你说。建华拍了一下桌子，赵秋萍被吓了一跳，颤抖着说道：当年我确实跟建国在一起过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们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妈妈身体也不好，我需要找一个能给我稳定生活的人。这话说得很直白，但也很现实，在场的人都听出了他的意思。建国苦笑，所以你选择了建华，因为他更有钱。不是的，赵秋萍急忙否认，我是真心爱建华的，只是当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。那钱呢？建国问道。你拿了我的钱做什么了？这个问题让赵秋萍更加难堪，她低着头，小声说：我把钱给了建华，帮他度过了资金困难。什么？建华脸色大变，你把建国的钱给了我，不是给你，是投资你的生意。赵秋萍越说越小声，建华彻底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当年帮助他度过创业难关的资金竟然是妻子从前男友那里借来的。所以建国的声音很平静，你用我的钱帮他发了财，然后嫁给了他，而我失去了女朋友，失去了钱，连买房都买不起了。这话说得很平淡，但每个人都能听出其中的辛酸，在场的亲戚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这个故事太复杂，也太现实了。建华站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看看妻子，又看看建国，内心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他觉得妻子欺骗了自己，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事情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明白，如果当年没有那笔钱，他的生意可能真的撑不过去。而建国，这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堂弟，竟然默默承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建国，建华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我不知道这些事，我知道你不知道。建国点点头，这些年我也没打算说。那你今天为什么？建华问道。建国看了看建华，又看了看赵秋萍，缓缓说道：因为今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，说我没出息，说我穷。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穷吗？这个问题让建华哑口无言。如果没有那58000块，我早就买房了。建国继续说道，如果没有失去那笔钱，我也不会这么拮据。这些年我过得辛苦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事。赵秋萍哭得更厉害了。建国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现在说对不起
有什么用？建国摇摇头，12年了，我一个人带着女儿，每天为了几百块钱的利润累死累活，而你们却用我的钱过上了好日子。这话说得很重，但也很真实。建华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全貌，他看着妻子，眼中的失望越来越深。秋萍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建华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重。赵秋萍哭着说：我当时也没办法，家里真的很困难，困难就可以骗人，困难就可以不还钱。建华的声音提高了，周围的亲戚们都在看着这场家庭大戏，有的人同情建国，有的人则觉得赵秋萍也有她的苦衷。就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时候，新郎浩然匆匆跑了过来。爸，怎么了？我听说这边吵起来了。浩然看到现场的情况，有些不明所以。建华看到儿子，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。没事，大人的事，你去陪新娘子吧。可是，浩然还想说什么，去吧。建华挥挥手，浩然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离开了。现场重新陷入了沉默，只能听到赵秋萍的抽泣声。过了一会儿，建华开口了：建国，这钱我还给你。建国摇摇头：我今天来不是要钱的。那你是想怎么样？建华问道。我只是想让某些人知道。建国看了看赵秋萍，贫穷不可耻，可耻的是没有良心。这话说得很重。赵秋萍哭得更厉害了，而且建国继续说道：我想让你知道，你今天羞辱我的那些话有多么荒谬。你说我没出息，你说我不努力，但你知道吗？你的成功有一部分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的。建华听了这话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建国，建华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确实，如果当年没有那笔关键的资金，他的生意很可能撑不下去，而那笔钱竟然是妻子从弟弟那里骗来的。想到这里，建华看向妻子的眼神更加复杂了。秋萍，建华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愤怒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赵秋萍抬起泪眼朦胧的脸。建华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当年我也是逼不得已。逼不得已？建华冷笑，逼不得已就可以欺骗，就可以不还钱。我一直想还的，但是……赵秋萍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你觉得建国老实，不会来讨债？建华的声音越来越冷。赵秋萍被说中了心思，更加说不出话来。确实，这些年他不是没有能力还钱，而是觉得建国性格老实，不会主动要债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越来越希望这件事能够被遗忘。但是他没想到建国会在今天，在儿子的婚礼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件事说出来。在场的亲戚们也都明白了事情的经过，有几个年纪大的长辈摇头叹气，显然对赵秋萍的做法很不赞同。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。有人小声议论，建国这些年也真不容易，秋萍这样做确实说不过去。听到这些议论声，赵秋萍更加难看了。她一直以来在家族中的形象都很好，是个能干贤惠的好媳妇，但今天这件事让她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。建华看着周围人的表情，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努力，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的隐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妻子。结婚10年了，妻子居然一直隐瞒着这么重要的事情。建国，建华深吸一口气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钱我会还给你的。我说了，我不是来要钱的。
建国摇摇头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建华问。建国看了看周围的人，然后说道：我只想要一个道歉，一个真诚的道歉。这个要求让赵秋萍更加难堪，在这么多人面前道歉，对他来说比还钱更难受。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他已经没有选择了。对不起，赵秋萍小声说道。我听不见，建国说。赵秋萍只好提高声音，对不起，建国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还有呢？建国继续问。我不应该拿了你的钱不还，我不应该瞒着建华，我错了。赵秋萍哭着说道。建国点点头，这样就够了。他转向建华，建华哥，至于这钱，算了，就当是我给你们的贺礼吧。这话说的建华更加难受。不行，这钱我一定要还。建华坚持说道。那随你吧，建国说。不过我希望以后你不要再用那种语气跟我说话了。我虽然没有你有钱，但我也有我的尊严。建华点点头，脸色复杂。这时，妞妞拉了拉建国的衣服。爸爸，我们可以回家了吗？建国低头看着女儿，心里一暖。好，我们回家。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建华叫住了他。建国，等等。建国回过头来，这些年，对不起。建华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不知道这些事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算了。建国摆摆手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不，我必须说。建华走到建国面前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弟弟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的。这句话说得很真诚，建国能感受到建华的歉意。建华哥，其实你人不坏，就是有时候说话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。建国说道。是我的错。建华点点头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两兄弟就这样站在那里，气氛有些尴尬，但也有些温暖。那个钱的事，建华又提到了这个话题。真的不用了，建国说。你要是真的过意不去，就对妞妞好一点，她是你侄女，以后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别推辞就行了。建华连忙点头。那是当然的，妞妞是我侄女，我一定会照顾她的。妞妞听到这话，甜甜的叫了一声，谢谢叔爷爷。建华的心情复杂，摸了摸妞妞的头。这时候，赵秋萍走了过来，眼睛红红的。建国，谢谢你今天的事，谢谢你没有把话说得太狠。建国看了他一眼。秋萍，其实我理解你当年的选择，在那个年代，女孩子确实需要考虑现实问题。我不怪你选择建华，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离开。赵秋萍听了这话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怕直接说出来会伤害到你，所以你选择了最伤人的方式。建国苦笑。秋萍，坦诚虽然会疼，但欺骗会更疼。赵秋萍点点头，泪流满面。在场的人都被这一幕感动了。虽然事情很复杂，但最终还是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结束了。建国拉着女儿的手准备离开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对建华说：建华哥，浩然是个好孩子，好好待他。还有，以后说话的时候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。建华点点头，我会的。还有，建国看了看赵秋萍，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，既然事情都说开了，就好好过日子吧。说完，建国就牵着女儿离开了。大厅里的人们都在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有的人感慨，有的人唏嘘。建华和赵秋萍站在那里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建华开口了：秋萍，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赵秋萍点点头，她知道今天这件事之后，
他们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妞妞问道：“爸爸，刚才那个阿姨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？”建国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因为她做错了事，心里不好受。那她以后会改正吗？”妞妞天真的问。“希望会吧。”建国说。“爸爸，你刚才好勇敢。”妞妞崇拜地看着建国，就像电视里的英雄一样。建国笑了：“爸爸不是英雄，爸爸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但是普通人也有尊严，也不能被人欺负。”我明白了。妞妞用力点头。以后如果有人欺负我，我也要像爸爸一样勇敢。对，但是要记住，建国认真地说，我们不主动欺负别人，但也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。父女俩就这样聊着天，慢慢开回了县城。回到家后，建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压在心里12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。虽然没有要回那笔钱，但他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：尊严和内心的平静。第二天，建国正在店里忙活，建华打来了电话：“建国，是我，建华哥，昨天的事，我和秋萍谈了一夜。”建华的声音有些疲惫，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。哦，建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建国，那笔钱我真的要还给你。建华坚持说道：“不管你要不要，我都得还。”建国想了想：“那好吧，不过不急，你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给。还有。”建华顿了顿：“秋萍想亲自跟你道歉。”“不用了，昨天已经道过歉了。”建国说。“不，他想正式的道歉。还有，他想把这些年的利息也一起给你。”建华说。建国有些意外：“利息就算了，本金还我就行了。”“不行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建华坚持说道。挂了电话，建国心情复杂。其实他昨天说不要钱，有一半是赌气，另一半是真的不想跟他们有太多牵扯。但现在建华主动要还钱，他也不好拒绝，毕竟这钱对他来说确实很重要。1周后，建华夫妻俩来到了建国的小店。赵秋萍看起来憔悴了很多，眼睛还有些红肿，显然这几天没少哭。建国，建华递过来一个信封，这是本金加利息，一共12万。建国接过信封，点了点数：“建华哥，太多了。”“不多，这是你应得的。”建华说。赵秋萍这时候开口了：“建国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歉，但是我没有勇气。过去了就过去了。”建国说。“没有过去。”赵秋萍摇摇头：“我欠你的不只是钱，还有一个解释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当年我确实是因为现实原因选择了建华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我用那种方式离开你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我以为时间久了你会忘记，会有更好的生活，但是我错了，我伤害了你，也骗了建华。”建国听了这些话，心里百感交集。“我不求你原谅我。”赵秋萍继续说道，“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，你是个好人，配得上更好的生活。”说完，赵秋萍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建国看着他，过了很久才说：“秋萍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要承认错误，然后努力改正。你能坦诚地面对这件事，说明你还有良心。”赵秋萍听了这话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建华在旁边看着，心情也很复杂。经过这件事，他对妻子的感情确实受到了影响，但是他们还要继续生活下去，还要为了孩子努力维持这个家庭。建国，建华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兄弟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。”“好。”
建国点点头。3个月后，建国用那12万块钱翻新了小店，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商品品种，生意比以前好了不少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心里的那个结终于解开了。建华和赵秋萍的关系经过这件事确实受到了影响，但他们还在努力修复。毕竟20多年的感情，不是说断就能断的。有时候建华会来建国的店里坐坐，两兄弟会聊一些家常，关系比以前更加真诚了。妞妞依然是建国最大的宝贝，小姑娘在爸爸的呵护下健康快乐地成长着。有一天，妞妞问建国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不恨那个阿姨？”建国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，而且对我们没有好处。我们要把精力用在让自己过得更好上面。那如果我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？”妞妞问。记住，建国认真地说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弃希望。时间会证明一切，善良的人最终会得到善良的回报。妞妞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夕阳西下，父女俩在小店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心情平静而满足。生活还在继续，但至少他们的心里再也没有那些沉重的包袱了。这个故事没有完美的结局，但它有一个真实的结局，就像生活一样，不完美，但真实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但也都有改正错误的机会。重要的是，要保持内心的善良和尊严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弃希望，因为善良的人最终会得到生活的善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